大家好，我是 Jay，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频道。杂志讲插画是我频道的一个全新单元，在这个单元里，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之前为不同杂志绘制的一些插画作品，透过杂志和插画讲述他们背后的故事。因为我收到一些小伙伴的私信，他们说想让我讲一讲为杂志设计绘制的这些插画作品，所以我才决定开设这个新的单元，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今天这期我要来给大家讲的是我为 Science Notes 杂志绘制的插画。在讲插画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Science Notes 这本杂志。Science Notes Magazine 是一本德国科学杂志。这本杂志是讲述一些关于科学技术上所发生或者发展的值得探讨的事件。该杂志自2018年以来一直存在，每年出版2本。所有出版的杂志都是在德国全国发行的。该杂志的副标题是知识与社会刊物，从这里大家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杂志的主要内容。这本杂志是面向对科学感兴趣的广大读者。杂志概念的核心是讲述来自科学界的人们的故事，研究与社会之间的界面以及复杂的设计。在每一期中，出版社与作者、摄影师、插画家和艺术家一起在研究和社会的界面上阐明一个主题。他们不仅对研究和结果感兴趣，而且对人和背景也非常感兴趣。通过他们讲述的故事，希望让科学变得易于理解和触手可及，也希望传达更多多样的、令人惊讶的和尖锐的话题。这期的 Science Notes 的大主题是 Kommt zusammen， 一起来。我给这期绘制了4张对应不同内容的插画。第一张是给一篇文章叫做 Neuronen Nerds， 这篇文章是关于一款叫做 iWire 眼线的在线游戏。iWire 是一款绘制大脑地图的游戏，任何人都可以玩。虽然是一款有着科学含义的游戏，但是玩家不需要有科学背景。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万人已经参与到这个游戏的挑战当中，他们一起绘制神经元的 3D 结构图，推进大家了解自己的探索。自从2012年推出 iWire 以来，超过26万5千人签署参加了这个游戏。他们总共占据了1000多万个 3D 立方体，映射了超过3000个神经元。在线数字博物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约1000个。我的想法就是通过不同神经元的连接与发展，将所有参加这个游戏的玩家连接在一起，而主体物是一双正在操作大脑地图的手。这个是一个开放性的想法，表示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参加到其中。第二篇文章叫做 Die Goldbachsche Vermutung， 哥德巴赫猜想。相信大家都知道哥德巴赫猜想是讲的什么。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许多数学家在不同时期去研究，希望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历程。直到2013年，一个数学领域的研究员哈洛德·赫欧夫戈特宣布彻底证明了若哥德巴赫猜想。插画部分，我尝试去分别找到了哥德巴赫和赫欧夫戈特大概的形象，然后处理成赫欧夫戈特通过哥德巴赫猜想作为阶梯，站到了哥德巴赫这个科学巨人的肩上。这里哥德巴赫意为基石。第3幅插画是为一篇文章叫做 Lebt das schon 所绘制的。Lebt das schon 可以翻译为他已经活了吗？这篇文章主要讲的科学家巴里切利工作于使用进化算法和人工生命模拟进化。他用计算机建立了简单模型，也许数字生命化后也可以进行自我繁殖，甚至达到我们所推崇的进化论。插画的想法就是将人类和计算机数字化的递进进化表现作为主体归纳展示。最后一幅插画作品是为一篇文章叫做 Diebe und Opportunisten 小偷们和机会主义者而做的。这篇文章是关于一种叫做绿叶海天牛的狼蛇类海洋软体动物。这种海天牛能够把初夏的绿藻中所含的叶绿体储存下来，可以对其加以利用进行光合作用。
使之成为源源不绝的食物来源。它是一种对阳光依赖性很强的动物，要是长时间不见阳光，这种软体动物就很难生存下去。绿液体是这种海天牛从藻类偷来的，并吸收于自己的消化细胞内。这种叶绿体在海天牛细胞内就可以进行光合作用了，可以长达9个月，比这些藻类发挥的作用时间还要长。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软体动物。这篇文章是介绍一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生物，所以在插画创作方面我也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在创作中尽量还原这种软体动物本来的样子。好了，第一期的杂志讲插画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篇文章或者哪一幅插画呢？留言请告诉我吧。希望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多多关注、支持并留言点赞，这样我还可以继续为大家介绍更多我的作品。有什么问题或者建议可以私信告诉我哦。那么下次再见了。